如果你要发展的是职业绘师这个方向的话呢，那你首先要增强你对细节的理解能力。目前今天的主题呢，我们来培育一个绘师。一个绘师大概你的画技水平到哪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不是保证你一定能够在未来工作上畅行无阻呢？那要看你跟专业的差异在哪边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那个，来，这是青马他传给我的图，他画的。那我们一张张看了哈，青马自己画的。这张小了一点，放大一些。来，然后这是青马画我们之前第1个月跟尼基官方合作的练功团内的滑冰的练功，青马画的。好，他练的 GA 这个是孔明，目前目测看起来的话呢，在网络上像青马这个水平的画技算是相当不错了，对吧？有很多接委托的网络上接委托绘师画技，大概我看起来大概就是青马的这个级别，已经会叫做青马老师了，是吗？好，那到底是不是每个有接委托的绘师他都能够画商业工作呢？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一下你画图发展的路线，基本上分2条路线。你只要画图，你大概就这2条路线，不管你哪个风格都是这2条路线。一个路线呢是网络偏二创类型的东西，这个以日系为主。另外一个路线呢是商业稿。好，那这边就会被叫做就是叫职业绘师。好，那另外一种网络上画图难道就不是职业绘师吗？那倒也不是，有些那种网上他画二创或者画委托的，他也画成一份工作，这也是有的。只是要记得二创网络上二创委托的绘师，你要记得委托一定几乎来自学生，成年人就是平常他可能身份是个上班族，他可能这个工程师什么的，然后委托你画一个二创，他看得开心之类的，这个可能性相当低。大部分委托都会是以学生族群为主要，那学生族群能拿出来的稿费那就有限，它跟商业稿的稿费它就本来就是有个断差，一个是公司给的钱，一个是学生委托你的钱，你觉得这个落差在哪？那大部分如果你要一个行业一个绘图行业，你想要画到就是变成一份完整工作，就是你会有优渥收入，甚至会有高知名度等等的，我会推荐你们还是要让自己的画技能够养成要能画商业稿为主。好，那像这样青马这个图呢，跟商业稿的品质落差会在哪边呢？商业稿是什么呢？商业稿就是厂商出来要给玩家氪金的，那你在各方面的画技就基本上要挑不出毛病了。因为厂商那边每一阶都是什么美术啊、美术总监啊，甚至他们很多原本都是原绘师进公司里面当主管之类的所以人家的审核他们会就各个角度去检查你，直到你的卖相非常完整，而不是只是打在可能某些二创粉丝向的某一个那个热情的同温层，这就不是的，就是给玩家的，要真的要拿来就是要有卖相的卖相要非常完整的，那就在这里看看这叫商业稿，惠泽学长画的。来，专业的，这就一把剑，道具、武装，对吗？好，那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它的立体感、细致、画面的丰富度，你要是真的用画同人的技巧来画，专业的都还是画得起来，但是呢，绝大部分很有可能画不起来，因为它需要考验的技术是非常多的。哪怕这把剑可能它造型并没有很华丽，但它里面用到的所有立体感、丰富表现，这个东西专业看得都懂。好，你们冰鱼学长画这个画的多漂亮，是吧？那像这个东西就是会真的让一般玩家愿意氪金的。刚刚讲的这种呢，就是2种不一样的族群，一种呢是网络上有在追原 IP 追二创的那些，这个是比较偏粉丝向，那这个是偏玩家向，这是2种类型。玩家的疯狂跟愿意花钱那就不一样那真的就是什么叫做工程师，他是老师，他是任何身份他都有可能花这个钱的那能力呢落差就会很明显。所以对青马来讲，如果你要发展的是职业绘师这个方向的话呢，那你首先要增强你对细节的理解能力。目前你的细节理解能力呢，我们在一个职业绘师的眼光中看起来呢，算是处于中间，没有过中线这个是细节当中这些立体起伏、转折、花纹等等这些表现，这是细节，这是完整的细节。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个角色，这些，来挑这个，先来看，你们看到多少细节？看这里，有一部分的同学正在练图的同学当中，上面看到的这些皱褶、立体起伏，全部都会用黑线去画，每一个转折都用黑线去画，画面上
仿佛没有黑线就不会画图那种，那个就在很初阶。到这个阶段呢，所有的立体起伏要换掉，完全变成很细微的深浅层次去画，很丰富的这些小的变化，这个小渐层去画，那它呈现的效果就会非常细致，非常美。好，那这就要看青马你练到这些了没有。现在呢，我要做一件比较残酷，但是呢对你来讲绝对有用的事情。我要把你的图跟这种专业的图放一起，我挑2张品质相近，我把它放一起，我们来比较看看。好，那这里面还是必须要挑原状。来看这张，我们就布料看布料，来看一下，这是专业的布料。好，这是青马目前的布料，细节表现差多少呢？在专业这边你会看到非常丰富的细节呈现，然后呢再来这个百折，我在实况各种改图上我改了很多的百折，人在百折上都可以出问题，是吗？好，来像这边这些每一个折，每一片百折上面的立体起伏、遮蔽投影、封闭处，然后还有这个明暗的这些渐变差异都有做出来，在这里在这边都没有，看这里都没有，对吗？好，所以呢你必须进一步的去理解每一个物件更细腻丰富的变化，很小的这种布料皱褶，这个都要能够察觉出来，这是你一个画技的坎。那老实讲，就是现在在画网络上绘图的那个大佬们，很多都有画职业的能力，就是你们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一定会分开选的路，没有，其实画技的最后面它的终点，它这个真正把持着的还是一样都是专业大佬嘛，是不是？他们也是会画，只是他的选择，他接的案件，他选择画一些就是原创 IP 啦，还是说像这种那种游戏稿之类的，这个就是他们的选择不一样，所以不能在一开始我跟你们讲说它可能是2种路线，然后你就以为它就真的是2条路，没有，它画技的最后面它是会在一起的，只是前期呢应用的严格程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在网络上学生族群就是喜欢二创，喜欢这些就是粉丝像这些的，他们能接受说画技还没有到那么细致精湛，他们能接受，你只要你画的那个精神那个氛围呈现出来，他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到了你真的要跨到这边，到所谓的商业领域，就是就算你绘师他不认识你，消费者只要看到图就愿意花钱氪这个金，而且他愿意花很多钱氪这个金，这个就是一个差别。那这个是一个能力的差别。至于你未来想画哪一类，其实没有关系，你自己选，未来可以自己选，但是你这些细节的理解上你一定要突破，这就是一个专业会是必须跨过的坎。前期你以为不一样，但是如果说你一直以为它都不一样，那就错了，它后面是一样的东西，只是你表现，你需不需要表现这些比较丰富的奇幻原创造型，或者是你只要画这个原 IP 角色的延伸就好，这个是不一样的。后面的话就可以一个选择。好，这是给青马，我不要看走眼的话，我认为你会是目前为止有这个潜力，但是当你画的觉得辛苦困难的时候，如果你选择了说那我就先画轻松的，反正心情好一点，先多一点情绪价值之类的，然后我们先跳过困难的锻炼，1次2次之后有可能会习惯。坦白讲现在画这种就是二创嘛，对不对？二创主题你画这个在网络上是比较容易有情绪价值的，你点赞会比较多。你要画一个商业稿，假如原创角色商业稿，网友看过去我不认得，你只要没有跨到那个坎，这个游戏或者这个大 IP 底下的情况下，网友在滑这个是没感觉的。但是如果你是画的是同人，只要同温层刷到，他就会给你一定的票房，那这个票房只是赞而已，它只是赞跟流量而已。这个流量你们不要以为绘图的流量都能换成钱的，不一定的，好不好？很多那种就是画图几千赞几万赞的没有什么收入的，那个看得可多了你要看这个图出去，消费者是不是真的买单，还是说我最多帮你点赞？你的图我很爱帮你点赞，我有习惯的帮这种图点赞，最多这样，花钱再说。那就是2个行为，这就是形成了就网络人气跟商业的差异了。这2件事，这个不用说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你就回想你们的使用习惯就好了。你每个点赞的你都会花钱吗？不一定吧。你花钱了你有帮他点赞吗？也不一定吧。这2个行为对吗？那我刚刚还没讲完，就是说如果起码你在之后练习这些刻画细节，你遇到障碍了，遇到困难了，如果你选择说我先画一下我喜欢的来调整情绪，少量的这么做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只要做多了，大量的都要吃网络上的这种情绪反馈，久了呢你会不敢回来，你会不敢画硬的东西，不敢画硬派的。我们在锻炼新人的时候就有遇到这种状况，就是画这个太硬了，
画装备造型画卡了，就是撑不下去了，那画一下喜欢的吧，一画一下喜欢的就回不来，那有没有多少钱？不一定有多少钱了，就你要画商业的才一定保证有钱，画二创画网络热梗的热门题材的不保证有钱，最多有流量。流量能换钱要看你会不会换，有流量没有办法变现的，这有的是，好不好？好，那这个是给青马的一些建议，一个会师养成必须懂的东西，有关细节的专业度。